土壤盐碱化严重，环境极度恶劣，不仅穿越了，还穿到了流放地。都听好了，大楚国恩典，你们这些犯了事儿的宫女，免了死罪，发配到崖州海岛。今天岛上的退役老兵和军户都在这儿挑媳妇儿。这破地方连棵树都没有，风吹得人骨头疼。挑媳妇儿，还不就是配给那些粗鄙下贱的泥腿子？谁被挑中，就在这崖州岛落户当家。谁要是没被挑中，一律送去西边的盐场。盐场，听说去了盐场，10天半个月人就熬成了干尸，连皮都剥不下来一顿完整的。知道怕就给我放机灵点儿，军爷们看上你们是你们的福气。都过去排好。我绝不去盐场，也绝不嫁给这些泥腿子。动作多余，在末世只会引来丧尸和暴徒。夏雨，你少在这装清高！你这张不施粉黛的死人脸，我看谁会要你？你就等着去盐场熬成人干吧！聒噪。异能还在。有了，穿细棉布，皮肤没那么黑，有配牌，是个官。君爷恕罪，奴婢连日赶路，饿得头晕眼花，冲撞了君爷。姑娘快快请起，我乃本岛物资库的赵百户，也是海神村村长的长子，不算什么冲撞。原来是百户大人，大人行善，奴婢若是去了盐场，只怕活不过3日，大人救救奴婢吧。赵百户，这小娘们水灵，赶紧领回家去生大胖小子。吴主簿，这个宫女我要了。好说，海神村赵百户领宫女翠玉1名。夏雨姐姐，妹妹这算是有了着落。赵百户家是管物资的，我过去至少能吃口饱饭。姐姐也快挑一个吧，哪怕是个缺胳膊断腿的，总比去熬盐强啊。翠玉运气真好，挑了全场最体面的。霍疯子来了，离他远点。听说他以前在水军前线，是个不要命的杀神。霍征，马上名册就点完了，规矩你懂，你赶紧在剩下的几个里挑一个接气。我不要女人，朝廷把这令给我收回去，赏我1斤陈米就行。霍征，你敢抗命？我爹5年前战死，家里还有老娘，下面还有一个12岁的弟弟，一个10岁的妹妹。我瞎了一只眼，每天要吃3大碗饭，我自己都吃不饱。你让我带个娘们回去干什么？跟着我一起饿死？这婆娘，我不要！站住！我要你！你脑子进水了？我说的话你没听见？听见了，家里穷，吃不饱，有老人小孩，你自己还是个残疾。夏雨，你是不是想死想疯了？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去倒贴这个穷光蛋！把你右手伸出来。做什么？让你伸就伸，大男人磨叽什么？食指骨节粗大，你惯用刀，而且每天挥刀不下1000次，下盘极稳，呼吸绵长没有浊音，你的心肺部功能处于巅峰。这位军爷，我选你，理由有3。哪3条？第一，你坦诚不装，你敢当众说自己穷，说明你没有虚荣心，比那些死要面子的虚伪男人强100倍。第二，你极其护短顾家，你拒绝要女人，不是因为你不需要，而是怕拖累家里人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很强壮，你这身肌肉能给我提供绝对的安全感。这宫女不是疯了？满嘴歪理，你也就是个天生吃苦的贱命！闭嘴，没跟你说话。我不需要你养，你的口粮你自己吃。我会赶海，我会做饭，我也能干活。我不费你家1粒米，还能帮你养活老娘和弟妹。敢不敢领我回去？就一句话。好，有种！我今天就认了你这个婆娘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让你饿死在这岛上。吴主们，海神村水军把总霍征领着女人回家。得嘞，这就行。快走快走，这尊神惹不起。走，
跟我回家。带路。哎呦，夏雨姐姐，这路全是石头子儿，你这脚怕是要磨出血泡了吧？要不要我求求百户大人，让你坐在牛车后面歇会儿啊？我的牛车只拉自家人，霍生那瘸子自己走习惯了。别动，别为两只乱叫的狗浪费体力。你不生气？他坐车，你走路。我的腿长在我自己身上，我不仅能自己走，遇到危险我还能自己跑。他坐在那辆破车上，如果牛突然发疯冲进海里，他连跳车的反应时间都没有。右边距离海岸50米，暗礁群，海星密集。左边红树林泥沼，有动物活动的痕迹。很好，都是高蛋白。在想什么？想跑？这岛上除了村子，外面就是毒蛇和野狼。在想今晚吃什么？快到了，别挑食就行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大郎，官府没逼着你领人吧？咱们家这条件可不能去祸害人家清白姑娘呀。娘，我认了个婆娘，领回来了。你糊涂啊！咱们这都断潮3天了，你这是把人家往火坑里拽。娘，我叫夏雨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霍家的人，是咱们一家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把日子过热乎。造孽呀！跟着我家大郎受苦了。阿俊、月儿，快叫嫂子！嫂子好。好，去屋里坐。海风大。家里没什么像样的，没法好好招待你，别嫌粗糙。屋里很暖和，不用特意对我。天黑了，吃饭。今天过节可以吃海芋头了。海芋头，海岩石里挖出来的树根有微毒，煮了3天3夜去毒。回去镇上，这是买上药的钱，我换2斤糙米。坐下。谁说我吃不惯？味道不错，饱腹感很强。好媳妇儿，是个能活命的好媳妇儿。你真能咽下去？当然，在我以前的遭遇里，能有一口咽得下去的东西，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你的伤药钱留着保命，明天我负责给大家弄肉吃。肉？这海岛上除了咸鱼，哪里来的肉？你只管把嘴洗干净。明晚我要是弄不到让你们吃撑的肉，我夏雨2个字倒过来写。你到底是谁？宫里出来的宫女，手上不会有你那么重的磨损。你抓我看骨相的时候，比兵部的老仵作还要准。你吃黑芋头的时候，眼里没有委屈，只有杀气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我想要活下去，你也想要你的家人活下去。明天早上退大潮，我会去浅滩布网，你在家里带孩子。我要去赶海，这是我的专业。你懂个屁的赶海！这岛上的海风能把你吹进龙王爷的嘴里。明天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睡觉。这什么破地方，鞋子全毁了。翠玉啊，装样子就行了。这村里新妇第1天都要来赶海祭龙王，你随便捡2个猫眼螺，咱们就回去吃大肉包子。百户大人真疼我哟，那不是夏雨姐姐吗？姐姐，一大早怎么来这片平石滩啊？这里面的海沙又硬又臭，连个蛤蜊都挖不出来。霍把总是不是嫌你吃的多，把你赶出来讨饭了？离我远点儿！
你身上的劣质脂粉味，熏得我声纳系统都快干扰了。什么声纳？你风言风语什么？你要是求求我，我让百户大人赏你2个死鱼头吃啊！找到了。你看霍真家那婆娘，那石缝里全是海蟑螂，狗都不吃的东西。到底是京城来的，没见过世面。唉，没见识的是你们。什么怪物？好恶心！好家伙，3斤重的大龙虾！你为了填饱肚子真是不择手段，居然去抓海虫子！我等着看你们全家被毒死！你知道这些虫子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作用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它可以让人发胖。今晚我在家里吃，你最好把院门关紧，别馋哭了。生火，煮水。你抓这虫子干什么？有毒，吃了会拉肚子的。嫂子，村头王二狗以前吃过一个，吐了1晚上白沫呢。那是他们不会做，今天你嫂子给你们变个魔术。净化完成，你们俩去后山坡上给我拔野葱，还有那种红色小圆果子和带麻味的花椒叶。啊，好。把家里最后那块猪板油切了，给我把灶台的火烧到最大。你那是败家！这顿饭吃完，明天我不仅把猪肉给你买回来，我还给你配陈年好酒。烧火！你在用毒烟熏我吗？这叫爆香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哥，好香啊，比镇上大酒楼飘出来的味儿还香。这什么味儿？怎么辣眼睛又这么馋人？是霍疯子家！我的个乖乖，霍老大藏了什么金山银山？怎么这味道闻着比玉皇大帝吃的还要香？13香麻辣爆炒海虫子，出锅。张嘴！我不吃这种恶心玩意儿。废话真多，吃。会毒死吗？这是虫子能有的味道。阿俊、月儿，把娘扶出来，吃虫子！霍征，我说过，跟着我，绝对不让你挨饿。我这条命以后是你的。成交。大人，奴婢在宫里虽然干活，却也从未吃过这等腥稠的东西。这鱼干硬的能崩断牙，一点油水都没有。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吴柱宝今天没发粮，我这又是领了你回来，多一张嘴。刚进门就嫌饭不好，你当你是京城里的娘娘？百户长怎么了？百户长家的粮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不吃就滚去后院宰鱼鳞。要是明天织不出3尺渔网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大人，您看，听我娘的，去干活吧。什么味儿？谁家在发热油？香破天了，这得费多少油啊？这味道是从村委飘来的，村委只有一家，那个半夏的霍把总家。
不可能，霍征穷的连裤底都穿洞了，他拿什么买油？肯定是哪家船老大在祭海神。夏雨，肯定是夏雨。难道那瘸子真有什么藏着的宝贝，全给他用了？看什么看？去井边打水洗碗！再敢偷懒，老娘扇死你！别往前走了，前面是恶龙窝，村里最有经验的潜水人也不敢晚上来这儿。你白天弄的一盆虾，够一家人吃2天。海里的好东西，白天的浅滩可留不住。下水就是个死！现在你是我霍征的婆娘，我不许你送命！霍征，你刚才吃我拨给你的大号海蟑螂时，可没这么凶。我不仅懂海虫，我还能在水下闭气一炷香。站在这儿，把风。夏雨！气压正常，异能避水功能正常，声纳雷达探测开始工作。深海巨蛇尸，这种体型至少活了1年以上。荧光果然有货。成了，第1桶金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查到了50升，你都没上来。50升算什么？我能在下面待100升。再敢有下次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这种真实的情绪，比任何甜言蜜语都珍贵。不用打断我的腿，看看这个。这是鲛珠，龙眼，这得值多少钱？镇上粮库那1000担米都换不来这个。它叫南洋粉龙珠，极其罕见。给你，你不是缺钱买米吗？给我？这是你拿命从恶龙窝里捞上来的。现在我们是一家人，这东西放我身上不安全。你武力值最高，放你身上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去镇上黑市。走，回家。今晚我守门，谁敢来抢？这位看着眼熟，这穷乡僻壤的地方，哼，二位能有啥好货？丑话说前头，不值钱的东西，别来烦我。东西拿出来，晃瞎你的狗眼！我倒要看看一个瘸子军汉能拿出什么海龙王。老师啊，粉棒王，这么大极品原度、毫无瑕疵的天然粉珠，这是贡品，京城里的娘娘们拿命换的贡品。看归看，手剁了别怪我。开个价。东西是极品，但这玩意儿太烫手，来路不明，我收了得担天大的风险。这样，我看在穿深色多扣衣服的男性份上，给你200两白银，够你全家去内陆买个大院子了。霍征，走，去隔壁的聚宝阁。且慢，且慢，小娘子急什么？漫天要价，坐地还钱嘛！你们出个价。 1000两，而且不要白银，我要100两黄金，
900两换成极品蜀锦细棉布，10把金刚长刀，以及3辆装满粮食的马车。100两黄金还加那么多物资，你不如去抢。那10把金刚长刀是违棍品，要掉脑袋的。不给就算，这颗粉龙珠送去岭南道卖给那些总督夫人，2000两黄金都有人排队买，你转手1倍利润以上。至于刀，你要是弄不到，好狠的丫头，成交。不过物资需要时间，黄金我马上给货，你们等1个时辰。100两金锭子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金子。你真不买首饰胭脂，不给自己买块好玉，只买布和粮食？在末世，玉石不能填饱肚子，不能挡风环。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，卡路里、蛋白质、保暖、武力是排在第1位的生存资源。老板，这半扇肉，这2只猪蹄，还有这副大肠，全包了，还有那板猪油。对，打包，扔我后头那辆马车上。好嘞，好嘞，夫人您真豪气。那匹宝蓝色的，那匹红色的，还有下头最厚实的白棉花，各来3匹整1部。夫人识货，这可是蜀中送来的不掉色土布。你给自己买就算了，还给阿俊和玉儿买，这得花多少银子？没包括你，那匹宝蓝色的是给你的。你身上这件旧短褐都磨起毛边了，不耐脏，像末世重臣审视兵器，也不扛刀割。给我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穿什么新衣服？不用花这个钱。让你拿着就拿着。既然是一家人，我吃肉，你们就绝不能喝汤。留下马车和这娘们儿。我们跟了你们一路了，肥羊。踩点踩错了。一个独眼的残废，还在那儿装孙子！兄弟们，过来！水军4营的连环斩，你是什么人？抢劫抢到老子头上，正好拿你们给新刀开炼。霍征，全杀了吗？协会弄脏马车，把他们腰带挑断，脚筋别断，留着干活。把马车后头那3袋最重的粗粮扛在他们肩上，让他们在前面当苦力，给马车开路推车。听我婆骗的。这刀法很利落，真棒。你在旁边，他们近不了身。这布料比镇上大户人家的还要软和，老身活了半辈子，也没摸过这么好的东西。夏雨啊，你花这冤枉钱干什么？大郎的旧衣缝补一下还能穿。娘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今天是海神大祭，心腹都要去广场上摆酒认亲，穿的破烂，走出去只会让人觉得霍家好欺负。嫂子说的对，娘，你看这袖口一点都不磨肉。村长家的孙子以前总炫耀他的麻布褂子，今天我非馋死他。嫂子买的衣服最漂亮。这衣服太紧了，施展不开。哪里紧？不紧，是你自己没站直，
平时你左肩总是佝偻着，整个人仿佛拔高了半个头。啰嗦。走吧，去广场。去晚了，连摆桌子的平地都被人占了。都靠边点儿，别碰脏了我家的席面。今天是我赵家新系认门的大日子，这可是百户大人亲自批下的好鱼。这也叫席面？咸鱼干硬的能崩碎大牙，连口白米饭都没有。哎，嘘，人家是百户，管着海带和船税呢。吃一口少一口，有的一顿算一顿吧。婶子们，快入座吧。我们百户大人心疼我，非要操办这3桌。哎，花了几百文钱呢，我都心疼死了。是，翠玉姑娘好福气。收起你那副狐妹子样，赶紧去把后院那2桶海蛎子都端过来凑数。再敢偷懒可不行！是婆母。那是霍疯子！我的个老天爷！他身上穿的可是镇上飓风布布的料子！你看他媳妇那韩红色的裙子，走起路来一点声都没有，头上那个簪子一闪一闪的，怕不是仙女下凡吧？这还是那天在码头上那个冷冰冰的女人，竟然这么标致！哟，这不是夏雨姐姐吗？穿的这么花枝招展，都紧不慢闪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唱戏的呢。让开，好狗不挡道。夏雨，今天是海神大祭新妇摆酒的日子。霍大郎，我家这席面也不富裕，但看在同村份上，你们一家要是跪下来磕个头祝个喜，你家不是要摆席吗？怎么连个饭篮子都没提？难不成穿了好衣服，把买米的钱都花光了，想来我们赵家蹭饭吃？我赏你们桌上的几根咸鱼骨头嗦嗦味儿。不用跟长舌泥见识，时间刚好，算算路程，该到了。什么到了？你还指望天上掉馅饼，下大雨淋死我们啊！醉仙楼，镇上最大最贵的酒楼，连知县大人宴客都在那儿，他们的车怎么跑到咱们这穷岛村来了？哎呀，这不是醉仙楼的钱掌柜吗？钱掌柜大驾光临海神村，莫不是知县大人有什么赏赐送给我这百行所？起开！别挡着我给贵客上菜！霍夫人，霍爷，您2位定下的4桌海渊极品席，小店后厨轻超出动，卡着时辰给您送来了，保证全热乎。你叫他什么？这酒席是他定的。有劳钱掌柜，就在那边空地上搭桌子吧。麻利点儿，给霍爷上桌铺红布。乡亲们，今天是我夏鱼和霍登成家认门的日子。这几日承蒙大家不去我家门口丢垃圾之恩，今天这4桌敞开吃。
诸位乡亲有所不知，这大龙虾和大石斑可都是霍夫人昨日下网从深海打上来的极品，送到小店加工。这等水性，这等运气，简直是海神娘娘赏饭吃啊！霍把总仁义，霍大姐豪气，祝两人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你个扫把星、丧门星！老娘花了300文置办的酒席，全让你这张臭嘴给搅黄了！你不是说他是个穷鬼吗？嬷嬷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钱，肯定是他偷了。偷？哼！镇上醉仙楼的掌柜亲自送菜，谁敢偷？你这个没见识的，给脸不要脸的去招惹人家，还不嫌丢人！马上给我滚回家去后院劈柴！霍昭，你这脾气还是这么臭又硬。娶了这么标致又阔气的媳妇儿，摆这么大柴场，竟然不去畏缩通报本官一声！王千户，霍昭已经卸了官职，入了兵部的退役名资，一介平民不敢叨扰千户大人。平民？一个平民能花几十两银子从镇上订席面？最近那帮红毛倭寇又开始劫掠商船，你回来帮我，凭你的刀法，再生个百户不在话下。到时候你这娇滴滴的夫人也是百户娘子了。千户大人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这把刀以前为朝廷杀人，吃不饱饭，还差点被知府扣在了牢里。现在从今往后只听我婆娘的话，她指哪我看哪。军中受气那点圣路，算了吧。霍占卜不会是一头肥羊，因为从明天的生意，我们要到这岛上的军政两道坐吃不下。大人若意去护航，将来分一杯羹，大门敞开。你一个妇人！我是商人，商人重利，不送。除了买衣服、买粮食和今天白酒糟酒的钱，剩下的全在这里。老子一个童子都没贪污。本金终于到位了。有了这些钱，明天我们可以去拿村长手里那片废弃的盐碱荒滩的地契。你要买废滩？那地方连海草都不长，除了白色的毒研末什么都没有，那是绝地。那是别人眼中的绝地，在我眼里，那是提款机。你今天跟王千户说，你要做大生意。是，这岛上的人吃粗盐，每年都有人因为盐毒脖子肿大，甚至死人。如果我明天能提炼出没有一丝杂质，像雪一样白的精盐呢？啊！制精盐是朝廷盐铁司的绝密，4支雪花盐利润比沙头还高。你到底懂多少东西？利润和风险并存。我出一张白纸的制盐技术，你出这把刀，镇住所有想来抢配方的牛鬼蛇神，干不干？这天下，你要哪条活路，我用刀给你劈出来。我干活，你掌舵。这不是沙，这是够浓缩的卤土，常年累月的海水倒灌蒸发，形成了天然的盐矿场。别用手摸，村里的老人说这是龙王撒的毒灰。之前有流民饿疯了，拿着白土舔，当天晚上就腹胀如鼓，七窍流血死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这片地白送都没人要。里面含有过量的硫酸筛和氯化钡，直接吃当然会死。但只要用对方法过滤提纯，这10里毒滩就是10里金山。带上地契文书和钱，我们去百户所。
买地要过赵百户的手。哼哼，那损子昨天在祭典上丢了脸，今天肯定会设卡刁难。刁难是必然的，但他如果是条聪明的狗，就该知道看到骨头要摇尾巴。如果不摇，我不介意拔了他的牙。走。霍征，你放肆！这是百户公堂，你带刀硬闯，想造反吗？好大的胆子！夏雨，你以为你有点糟钱就能目无法纪了？百户大人，快把他们拿下！赵百户误会了，我们是奉公守法的大楚良民，今日前来是想劳烦百户大人盖个印，办地契过户。办地契？这岛上除了石头就是沙子，你要买哪块地？村西背阴处10里独滩，我全要了。你买独滩？霍大郎，你娶的这婆娘怕不是个脑子有病的疯子吧？那破地方除了堆死人骨头还能干嘛？怕是在深海里被水鬼迷了心窍吧？那可是连根海草都不长的不祥之地。废话少说，大楚律荒滩无主者，1亩作价100文，10里荒滩折算约摸500亩，这是50两足银，拿地契盖印。50两，那是去年的价。这几日海盗闹得凶，朝廷加派了贪图税。你想要这块地，拿500两白银来，少一个子儿，本官这大印都盖不下去。姓赵的，你找死！怎么着？霍把总还想当堂杀朝廷命官不成？你们有钱吃大龙虾，500两怎么拿不出了？不是很有钱吗？掏啊！500两，原来赵大人不仅管物资，还抽办了户部家政税目的职权。不知这500两是入大楚国库，还是入赵白鼎的私库？放肆！本官怎么做事，轮得到你一个妇人来教训？赵百户，我是个商人，习惯先礼后兵。今天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收下这50两银子，干脆利落盖印，全当交个朋友；二，我今晚让霍征摸进你卧室，连同你这3年贪没海军军粮的假账本一起送到总兵的床内。你猜，总兵是查你，还是查我？你敢恐吓朝廷命官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或者你也可以问问霍州敢不敢？你再多崩半个屁字，老子现在就做了你！我盖印，松手，有话好说。盖好了，银子我收了。霍征，回家。晚饭想吃什么？给你做顿肉。红烧大肉。10里独滩的为了改造工程，现在开始招工，100人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只要还能举起铲子的，全部收。霍夫人，给钱吗？不给钱能给口粥吊命吗？我们3天没吃饭了。不给钱，不要钱，我包你们1日3顿饭，顿顿见大肥肉，每天每个人还可以领走半斤行盐，直到工程结束。天天吃肉还能发言？我的亲娘啊！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我夏鱼说话算话，现在排队领粥，吃饱了抄家伙跟我走。谁要是干活偷懒耍滑，别怪霍把总的鞭子不认人。排队，不排队，直接砍了！第二，劝水池的沙层不够厚，再加2寸细沙，必须将粗海盐射出时的颗粒进行初筛。这过滤池子修得像重重关隘一样，真的能把毒滩里的水变成盐？物理过滤只能挡住泥沙和一些大颗粒杂质，真正致命的毒素和苦涩味属于可溶性离子，那是我的领域。你让所有人退到木棚去休息，半个时辰内不许任何人靠近。好。水系净化异能最强态极限发动，元素剥离，硫酸根离子锁定，剔除，置换纯净的氯化钠结晶分子，异能已撤除。
耗氧量有点大。霍征，点火，下最后一道锅。老天爷显灵了，这不是盐，这是天上的白雪。我这辈子竟然能见到神仙吃的东西。神迹，这真的是盐。要是拿着这种盐去换军粮，夏雨，你手里握着大楚国最可怕的神兵利器。神兵利器当然要配猛将。晚上准备会客。这么大的动静，有些人该眼红到坐不住了。百户大人，我今天远远瞧清楚了，那个白痴女人绝对是在熬私盐。熬私盐是大逆不道灭九族的大罪。霍大郎啊，霍大郎，你想发财想疯了！你们几个把这桶烂鱼臭屁全倒进他们的卤水蛏子里去，把锅给我砸了。明天一早，本官就带巡检司的人来查封赃物拿人。霍大郎必死，他那娇滴滴的模样，最后还不是得跪着求本官？老子还没见过雪花一样的盐，毁了真他娘的可惜！大半夜不睡觉，来我婆娘的地盘捣乱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他只有一个人，砍死他！赵百户，大半夜写女眷视察荒滩工地，真是体恤民情啊！夏夫人，误会，纯属误会，我是路过，我来捉贼的，对，捉贼。别杀我，夏雨姐姐别杀我，我是被逼的。霍爷爷饶命，我是朝廷命官。杀你嫌脏我的盐田，签了他。我要是签了，这就是身败名裂的死罪把柄。那你是选择身败名裂的未来，还是选择身首异处的现在？3、2……我天！夫人饶命啊！全怪他怂恿我的。很好，这是投名状。赵百忠，从明天开始，你手里的运兵船全归我调用，每天200斤上等雪花盐，你要负责给我送往岭南黑市。敢走漏半点风声，这份共振和这把刀会同时出现在你的脖子上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赵某愿为夏夫人效犬马之劳，绝无儿戏。第一趟岭南水路试水，带上兄弟，路上刀学离手，别让我当寡妇，也别把我熬夜弄出来的提款机弄丢了。等我回来，我要让这漫天白色的盐变成铺满霍家院子的金砖。去！大楚市场，准备好迎接真正的降维打击吧。我回来了。全虚全尾，运气不错。不是运气，是这帮所谓的江南豪商根本没见过世面。开枪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夫人，岭南的达官贵人疯了，咱们的3车雪花盐刚进鬼市，就被4大家族的盐商围了，竞价直接抬到了20两白银1斤，3万斤盐抢空了，60万两，现银加金条加银票，大楚国国库1年的税收，怕是也不过如此。才20两1斤，还是卖便宜了。物以稀为贵，
下一次发车限量供应，价格提涨50%。还涨？他们买不起怎么办？命比钱重要。对于江南那些富得流油的盐场大户来说，哪怕1两金子一斤，他们也会捏着鼻子买。这叫市场垄断。钱太多了，这笔钱能买下10个牙洲岛。如果泄露出去半点风声，巡抚的常备军明天就会来把我们搅个干净，扣上反贼的帽子。所以这笔钱不能留，要在半个月内全花出去。全花出去？怎么花？第一，建城。我要把海神村那片山头平了，建一座私人要塞，足够存放10万人2年的粮草。第二，招兵，用重金收纳活不下去的退役军汉和流民壮丁，人数暂定2000，装备全部按神机营的标准来。建石头城，招募私兵2000，你是要造反称王啊？霍征，朝廷烂透了，如果王法保不住我们的命，那我们就自己当王法。你敢不敢接这个兵权？你干什么？我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造反。钱归你管，兵归我操练。明天开始，老子让整个南疆知道，谁才是真王法。睡觉。夏夫人，您交代的第一批精铁矿，我用军需官的印征打掩护，已经从海路偷运进库房了。那帮工匠正在按照图纸打连弩呢。砖石缝里的3合土厚度不够，告诉包工头加2成糯米汁。是，下官这就去守着他们重活泥浆，绝不让夫人操半道心。夏雨，你凭什么能穿金戴银，能使唤百户大人像使唤狗一样？我哪里比你差？工地上不需要无病呻吟的废物，今天的工钱扣光。如果干不了重活，把他扔去洗茅厕。听到没有？还不滚去刷茅厕！惹怒了夫人，老子今天晚上就把你沉海！夏雨，你不得好死！下一批造船用的龙骨木什么时候到？不要耽误了船务的进度。好刀，削铁如泥！加油神威！这批刀不用藏了，发装发派吧。 2000人全部完成了1个月的军阵磨合，只要银子管够，他们现在连总兵府都敢冲。冲总兵府没有利润，那是赔本买卖。我们的刀要用来保护出海换钱的盐船。大楚国境内，敢深夜不地败蜀、擅闯私人领地的，按律视同草寇，格杀勿论。一个娘们儿！兄弟们，这要塞刚建，肯定没有驻军，他们虚的虚张声势，给我用钩带爬上去，谁先抢到这女人，赏白银1000两！霍征，清算本的时候到了。 动我婆娘者，株连九族，寸草不生！这到底是什么鬼军队？点子扎手，这不是草民，这是精锐正规军！撤，回船上掩护，放火炮！第二阵型，床弩覆盖打击。怎么可能有床弩？ 这是违禁的守城重器，快开船，跑啊！所有海盗船就地扣押，贼首已诛，降者不杀。算算时辰，八面礁的人应该已经把海神村洗劫一空，撤走了。 霍征那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哼，
以为凭一己之力能挡住水面最凶残的海盗。等他死透了，那产白盐的方子和那堆金山银山，老子带兵去剿匪追赃，顺理成章收入囊中。千户大人高见，高见。千户大人，不好了，没了，都没了！慌什么？霍家的人死光了，财富可还在原地。是八面礁的人死光了，全军覆没在那高大的石墙下。属下远远看着，霍家出了2000重甲铁骑，一顿饭的功夫，把800海盗屠了干干净净，连船都给他们抄走了。2000铁骑，这是大逆不道！立刻跟我去通报，霍征起兵造反了！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！完了，咱们死定了！霍征，你私自招兵买马，铸造重器，勾结海盗，按大处律当诛9族，立刻开城投降，交出白盐秘方，本官可带你向巡抚求情，留你一个全尸。王大人，你这血口喷人的本事比你的刀法强多了。我昨晚刚替你缴了肆虐南疆10年的八面胶，尸骨还热乎。你今天跑来给我扣造反的帽子，怎么？你千户府里的那些孝敬银子是海盗进献给你的？要不然你这么着急灭口？一派胡言！给我放箭射下来！王大人，你既然带兵来，那就是做好了开战的准备。我不喜欢废话，把东西带上。点火，试射2号山头。天谴啊！他们会雷出，跑啊！大炮，这是西洋大炮，为什么南疆会有这种东西？我有很多保护自己合理财产的方式。王千户，1分钟内带着你的残兵败兵滚出我的视线。第2炮会直接落在你的头顶。滚！婆娘，这一炮把总督府的胆儿都轰破了。接下来就看他们是送招安状，还是送命大军了。朝廷里的人不是傻子，为了一个无关紧要得罪我的废物千户，跟一个手握重金强兵的土掉地死磕，他们会选一条最赚钱的路。明天，巡抚大人的求额密使就会跪在这座城门外。我们准备收编正规水师吧。布唐大人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啊！那个霍征和他那个妖孽婆娘在崖州岛私筑城墙，招兵买马，甚至造出了威力毁乎灭地的红衣大炮。他们打着剿匪的旗号，实则图谋不轨。下官带去的3000兵马，连成皮都没摸到就被炸散了。求大人送调水师主力出兵平叛啊！平叛王千户，出动水师大军，人吃马赶，每天得耗费多少银两？朝廷拨给本官的军费，连军饷都发不起。你让本官拿什么去打一个拥有重火器的堡垒？拿你的脑袋去撞吗？大人，可他们是反贼啊！千户大人，什么是反贼？打出旗号攻城略地的才是反贼。人家霍把总目前只是在荒岛上筑城自保，而且。大人您看，江南那边传来的消息，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种雪花精盐，色如冬雪，无毒无苦味，权贵们争相抢购，1斤20两银子都有价无市。而这唯一的货源，就是崖州岛那个新崛起的霍家药城，1本万利的无瑕白盐。难怪他们有钱铸炮造城，这哪里是什么反贼，这是一尊巨大的财神爷呀！蠢材！你差点坏了本官的大事！来人，把这个贪生怕死、谎报军情、挑唆本官与地方相列矛盾的废物拖下去，摘去顶戴，打入大牢，秋后问斩，以平民愤。大人，大人冤枉啊！他们真的是反贼！大人，你不讲王法！准备最丰厚的厚礼，本官要亲自微服出巡，去趟崖州岛。拜访这位霍夫人，告诉水师提督，送本官去体恤民情。
早闻霍昭总驻守海疆，劳苦功功，更闻霍夫人巾帼不让须眉。今日一见，这座城寨当真有气吞山河之势啊！本官在此恭贺二位保境爱民之大功。要不是这城墙够厚，我还以为大人是来拿我项上人头的。霍把主说笑了，那都是王千户那个正东西谎报军情，本官已经将他下大狱法办了。此次前来是代表朝廷嘉奖你们剿灭八面蛟的奇功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张大人此行不是为了剿匪，而是为了盐。夫人果然快人快语啊！若是霍家想独吞这南疆乃至江南9省的盘子，只怕会被群起而攻之。不如这样，这份产业归入总督府名下，算作官督商办。本官保你霍家在南疆横着走，绝对没人敢动你们一分一毫。至于利润，朝廷拿70%，霍家留30%，如何？官督商办，张大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现在的局面不是我需要你保护，而是你需要我来保住你的乌纱帽。下士，你大言不惭！这10万水师士兵欠饷大半年，连火药都凑不足，而我手里有1000万两现银。我不仅能造大炮，我还能造比你们的战船大3倍的远洋铁甲船。如果开战，我不仅能把你的巡抚衙门轰成平地，我更能在一夜之间用极高的薪水将你的10万水师彻底策反招安。那依夫人的意思，该当如何合作？很简单，霍家每年定期向总督府提供30万两白银，作为维和捐租。作为交换，第一，我要绝对的盐铁专卖自主权；第二，裁设驻扎在南疆的陈旧水师，霍征接手水军统帅之印。从今天起，这片海我说了算。你同意，大家一起发财；你拒绝，我送你一颗炮弹。选。本官签。这天下人都知道我都是狠人，谁知道我婆娘才是能把总督吓尿裤子的真祸妇。盐只是基础，真正的力量在能够跨越高山大海的工业载体上。接下来，我要用这笔钱砸出一个这个时代无法想象的东西。无论是什么，老子都给你守着。去找最顶级的船匠，我要造巨舰。大楚国的内乱不干我们的事，我们的目标是制霸整片南洋。夫人，夫人，这破爆号的主体龙骨已经彻底拼接完成了。我鲁莽造了一辈子船，做梦也想不到能亲手打造出如此庞然大物，长33丈，阔6丈，这比大楚国最大的皇家门构还要大上1倍有余啊！南洋的风浪可不是内河里的小波浪。鲁师傅，水密隔舱的测试如何？按照夫人您给图纸设计的12个独立水密舱室，老朽用缩小模型在风暴湾里试过了，哪怕底舱破了2个大洞，水也绝对灌不到上层，船绝不会沉。不仅不会沉，有了夏鱼这婆娘的脑子，这玩意儿就是一个移动的钢铁堡垒。火炮甲板的承重抗压加固做了吗？回都督，用了夫人高价买来的金刚铁锭做铆钉和颅骨加固，底层甲板足以承受24门重型红衣大炮齐射带来的后射力而不散架。所有工匠听令，3个月内这艘船必须完成锰皮和铁甲覆盖，下水海试。封顶之日，除了工钱，每人额外赏银10两。夫人万岁！总大长阁下，前方再有50海里就是崖州岛的地界了。探子回报，霍家的第一批运盐船队整整5万斤极致雪花盐，今日将从那个方向出海。那群蠢货大官不保护自己的财富资源，居然交给一个被贬的废人和一个娘们儿，简直是天招大神庇佑！传令全军，不需要阵型，不用管什么战术，给我全速压上去，用绝对的数量淹没他们，抢光他们的船！那座造盐的高城里，所有的女人和金子都是我们武士的战利品。这帮倭瓜，
怕是还在做着人多势众的美梦。儿郎们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都给老子在下层炮仓准备好，给他们看看什么叫花钱砸出来的真理。做好准备，让这帮落后的渣子见识一下工业文明的怒吼！第一轮穿甲弹齐射放！这是什么？大桶！快转舵，撤退！救命啊！这不是船，这是海神的怪兽！不需要俘虏，送他们去海底喂鲨鱼。第二轮齐射，放！母娘，你以后就是这片海真正的海神。没死的就给我滚起来，继续推！朝廷的徭役你们也敢夺揽儿？如果当年在码头上，我没有嫌弃那个穷俊汉，是不是就是我了？